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今天是2020年6月4号。那今天呢来了个突发消息啊，大家看这张图，这个呢是美国交通部官网上公布的啊，宣布计划从2020年6月16号开始，禁止中国民航航班呢飞往美国。那大家先看一看它原文是怎么说的啊，我就不全念了。那关键呢是看这一句啊，就是 Responding to the failure of China to permit U.S. carriers to exercise the full extent of their bilateral right to conduct scheduled passenger air services to and from China。 那这一句呢是讲了断航的原因啊，如果是字面翻译呢，那就是说它是为了回应啊中方没有准许美国航班这个执行中美之间的一个双边的航班协议。那直白点说呢，就是因为你不让我这边的航空公司飞，那我也不允许你飞。那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呢，就是左上角啊，就是要被禁止的中国的几家航空公司。那主要包括了三大航、东航、南航和国航。那还有呢，就是北京首都航空和海南航空、四川航空和厦门航空。大家知道现在往来中美之间的航班呢，就是上面这7家航空公司啊，没有美国的航空公司。大家知道现在的全球航空公司啊，都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啊，可以说是生死存亡于一线。都想多开一点航班啊，以便能够维持航空公司的一个运营。那中国航空公司也一样啊，也希望这个国际航班多开一点。但是因为大家知道，在中国民航总局在3月26号的时候，它出台了一个5个1的政策。那这个呢，政策非常生猛啊，它这个表达的这个意思是一家航空公司啊，通往一个国家的航班，你只能选择一条航线。那并且呢，一周呢只能有一个航班。而且这个每个航班呢还要求有25%的空座率啊，用于安排这个疑似的病例。所以这个政策一出来呢，那按照这个基本就是中国跟海外的这个航班数量啊，直接就是断崖式的下跌。那中美之间呢，在3月13号的时候啊，有新闻你看这个航班的运输数量呢就已经下降了90%。那个还是在这个5个1政策出来之前。那5个1政策出来之后呢，中美之间的这个航班运力啊，我估计可能只有正常时期的5%啊。所以现在不管是留学生还是滞留的游客，或者是访问学者，那如果你想回的话，那机票啊真的不是一般的贵啊，也不是一般的难买你通过正常的以前的通过这些去哪网啊或者官网啊去买，几乎都买不到啊，必须得通过这种票贩子或者黄牛。那现在通过第三国转机回国的机票要多少钱呢？大概要6万左右啊，5、6万。那直飞的价格呢，在12万到15万之间啊，所以很多人呢真的是有家不能回啊。那更惨的就是有些留学生直接就滞留到第三国了啊。比如在5月20号的时候有新闻爆出来啊，就是滞留在韩国有200多名留学生啊，都是从美国转机想回国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爆出来的滞留在瑞士的，然后可能会被遣返啊，可以说非常惨烈的。那之所以滞留到第三国呢，有的是被票贩子有坑了啊，买到假的机票，或者有的呢就是图便宜啊去冒险。那还有就是签证快到期了，有的想搏一把啊，结果它不符合所在国航班中转的规定啊，结果就滞留了。那最近瑞士遣返这个呢是非常麻烦的啊，因为他们不一定能入境美国，因为欧洲啊自疫情爆发以来呢，美国对欧洲也有旅行禁令，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截图啊，确实是比较惨烈的。那再给大家贴一张就是关于国航的6月份的国际航班的这个计划表啊，大家就能直观的了解这个5个1政策下航班的一个经营情况。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国航啊到美国一周就一个航班，而且呢就一条航线，就是从北京飞到洛杉矶。那按理说呢，中国的留学生或者游客的数量啊，去往不同国家的人数呢是有很大差异的啊。你像美国啊、加拿大、英国这些国家，那肯定是中国留学生啊或者游客的出境的比较大的目的国啊，你不应该只给他分一个航班啊，这明显就是有点这个太过于一刀切了。那有些小国呢，可能根本就没有多少留学生和游客啊，一周呢一个航班可能没问题啊。那但是像这些英国、美国、加拿大的这种留学生和旅游客的大国呢，就你不可能给他同样的跟比如说柬埔寨啊、缅甸、白俄罗斯这些国家一样的航班的这个运力啊。那其实稍微有点逻辑的人就知道，这个其实是应该有切分的啊，有区分的，不能搞成一刀切的一样的这个模式。有些国家一周一个航班呢，可能有些到现在都坐不满。你比如说老挝啊、缅甸啊、柬埔寨啊这些包括白俄罗斯这些国家。但是如果是美国啊、英国、加拿大这些留学生的大户啊，那肯定是需求是不够的，对吧？肯定是一票难求的。那回国呢，搞得他们像逃难一样啊，这明显不合理。那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就是中美是怎么一步一步就走到了断航这么决绝的地步啊？这个
那大家知道，在2月1号的时候，特朗普宣布啊，如果14天内在中国有旅行史或者居住史的任何公民啊，那这个公民是不管是中国还是这个外国公民，都禁止入境美国。那只有美国的绿卡持有者或者美国公民他可以回国。那在这个之后呢，美国的航空公司就宣布停飞所有的飞往中国的航班啊，他给出的理由呢是出行的需求下降。啊，紧接着在3月26日呢，中国出台了5个1政策而且明确所适用的航班计划的基准是3月12号，那个政策呢是适用于中外所有的航空公司啊。但是大家知道，在3月12号的时候，美国的航空公司呢，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往返中美之间的航班。那这个呢，也就意味着美国的航空公司它不满足5个1政策的要求，它没有办法重新申请执行中美航线。那在5月初的时候呢，美国的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和美联航宣布，就是他们希望恢复中美航班的运营，而且向中国民航总局提交了申请结果中国民航总局没有批准。再然后呢，就是到了5月22日。在5月22日呢，美国交通部那边呢要求飞往美国的中国航班呢要提前备案也就是要提前提交这个航行时间表，而且声称这么做呢是因为中国限制了美国航空公司恢复中美航线的运营。再到了5月25日呢，中国民航总局呢要求美国交通部撤销这个关于入境的备案要求就是提前提交这个时间表的这个要求。那同时呢也表示他没有办法告知什么时候能够恢复美国航空公司恢复这个中美航线的运营。最后呢就是到了6月3号，一纸公文美国交通部一纸公文出来以后，6月16号断航。当然了，现在距离6月16号呢还有2周的时间，双方呢可能还可以继续谈但是这个无疑就是加剧了中美之间的这种紧张和这种对抗关系。而且如果真的谈崩以后呢，那在中美直飞这个层面呢，确实就真的就断航了所有的人只能通过第三国去中转。那我估计到时候呢票价可能就更贵了。那好，这个呢是给大家回顾了一下，介绍了一下中美断航过程的一个来龙去脉它是里面它是有原因的有逻辑有原因在里面，不是说突然一下就这样。那现在呢，在美国这个有30多万留学生加上游客访问学者、商人这些之类的，保守估计有大概40多万。而且根据这个最新的民航总局的通知他说这个5个1的政策将要持续到至少10月份之前大家看这个图里面我把它圈红的部分就是在10月份之前呢，如果没有新的变化的话，就是还是执行5个1的政策。那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中美两国航空公司的一个经营情况中国这边呢是1季度的航空业是亏损了将近400多亿400亿人民币不到400亿。那2季度呢，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国内的航空公司就是航空运输这块基本都恢复了，但是呢票价还是上不去如果大家去查这个携程或者去哪儿网的这个票价，可以看到比如说最火热的这个北京和上海的航班以前是非常火热的，因为这个航班有很多的商旅人士嘛，但你看现在的票价基本就是500块钱左右还是上不去。然后你去看这个到其他2线城市的票价那就更低了。那美国航空公司这块呢是每天亏损大概4个亿美金也是压力山大。那全球航空业呢，截止到现在有17家航空公司破产裁员呢就是更是不计其数了。大家可以看看这张表可以看到各航空公司的这个航线这个运力的一个变化，可以看到全球各个国家的航空公司的运力呢，从3月16号那周以后受到严重的冲击，下降的幅度非常大。那截止到4月6号这一周呢，大家可以看到德国、西班牙、香港、英国、新加坡这些国家，很多国家的和地区的这个航空运力缩减的非常可怕，基本就是90%多。那中国的运力缩减呢是46%，美国的运力缩减在当时是45.2%，日本呢是最少32%。那这个呢是按照国家运力的一个分类的测算。那再往下呢，我们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是按照地区不同这个大洲的不同各个州的地区的运力变化情况。那从1到4月呢，大家可以看到，那1月、2月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还是个位数的下滑，4%、5%到了3月份呢就下滑到40%，再到50%的3月份是40%、50%的下滑。那到了4月份呢，就一下子就下滑到90%以上，90%以上的下滑都有。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指标叫 RPK。叫 PRK，PRK 的全称是这个 Passenger Revenue Kilometer，直译过来呢就是收入克公里，RPK 对，每一旅客呢
它每个旅客它不是都有一定的飞行距离嘛？那把所有旅客的所有飞行距离加总起来求和啊，也就是各个航段付费购票的旅客人数乘以这个航段距离后的加总，那这个呢是衡量航空运力的一个综合指标啊，叫 RPK。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各个大洲分类以后啊，就是到了4月份是非常非常惨淡的。那我估计真正惨烈的呢，还是在下半年啊。这个各国的现在这种货币金融政策，包括财政的支持啊，能够帮助航空业，帮助这个公司能够熬一段时间。但如果下半年呢，还是迟迟无法恢复到一定水平的话，就会有大型的航空公司可能会破产倒闭啊。但是也有经济学家比较乐观啊，大家可以看这张图。那有经济学家预测呢，就是 Q3 啊，就是在第3季度的恢复和第4季度的恢复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啊，到第4季度呢，他认为就可以恢复到原来运力的60-70%啊这个水平，然后总的来讲，从第3季度就有一个恢复啊，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乐观。那最后呢，再说一下啊，中美断航呢走到这一步啊，让我想起当时在4月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美国国务院当时在4月2号的时候，号召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者尽快回国啊，大家记得吧？当时的这一个通知啊，就是当时感觉还非常莫名其妙。感觉好像难不成全球都要断航吗？好像不太可能，对吧？但现在看来呢，至少中美断航呢，确实是有可能发生了。那这呢，确实是一个变化莫测的一个时代啊！就2020年以后呢，每天都有许多改变历史进程的消息啊，确实是这个一个接一个。那到现在为止呢，中美在各个领域啊都有冲突啊，大家可以看到中美贸易战啊，中美的这个科技战，华为的这个全面禁令事件啊，包括香港的国安法。那现在呢又来了一个中美断航啊，那2020年可以说是黑天鹅这个群舞的一个时代啊，都不是这个一个起舞群舞，那随时呢给你冒出一个黑天鹅，这个。你看那个之前那个瑞士滞留啊，那个网友那个名字啊，我给大家再贴出来再看一下，他名字叫2020年要对自己狠一点啊，确实，如果不狠一点呢，就被时代的浪花给打飞了。好的，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大家记得点赞、转发、订阅，我们下期再见。